台湾火力大提升，168架 M109A7 即将到来。海马斯刚成军，台湾又要购买 M109A7。海军最新预算案显示，采购 M109A7 的数量大幅增加，从原本的40辆一口气增加到168辆，直接扩大4倍。加上配套的弹药补给车，总预算超过900亿新台币，大约31亿美元。既然要采购新火炮，台湾那些老旧的现役火炮也要全部淘汰。可以预见的是，台湾炮兵实力将迎来大提升。那台湾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火炮？炮兵实力如何？168架 M109A7 又意味着什么？7月4日，台军第58炮兵指挥部宣布，首个海马斯导弹连正式成军。该连在5月份于九鹏基地进行实弹射击，6月通过战地检测。在此之前，参与组建的官兵先后赴美接受训练，只能说实属不易。剩余的那些海马斯也将陆续成军。而且根据近期的消息，美国还批准台湾将 Link-16 升级到 Link-22， 抗干扰能力与传输效率大幅提升。海马斯也可以通过 Link-22 实现跨军种数据共享。对于台湾来说，海马斯的战力或许要远超大家的想象，只是很明显，仅有海马斯还不够。根据台湾军方的内部消息，台湾有一个特别预算规划，要拿出超过900亿台币的资金，购买168辆 M109A7， 这个数字比原计划的采购量多了4倍。购买 M109A7 火力军并不意外，从2019年开始，台湾就表示要采购 M109A6， 在2021年，美国国务院也批准了这件事，当时是购买40辆 M109A6， 在2023年至2025年抵台。不过各位也都知道，中间出了点意外，交付延期。经过双方的友好协商，这笔钱就拿来购买海马斯了，加上之前购买的装备，一共是29套。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原本要购买的火炮没了，虽然现在的攻击性无人机、火箭炮都能起到火炮的作用，但想要彻底取代火炮明显不太现实。于是在2025年，台湾军方多了一个特别预算，用来购买 M109A7。这本来也没什么，问题是台湾为什么要购买那么多？其火炮实力又如何？就火力军而言，台湾购买168辆 M109A7， 目的是替换老旧的牵引式火炮。而之前提出的购买40辆 M109A6 只是用于提升火炮实力，并不牵扯到替换问题。说实在的，还是替换比较好，毕竟台湾现在的火炮实力的确有点差，射程、机动性、火力都不如那些先进火炮。台湾当前的自行火炮数量大概为400辆，火力就是 M109A2 与 M109A5， 大概有200多辆，但其中大多是 M109A2， 服役时间已经很长了。1982年进入台军服役，至今已经43年，性能一般，配有弹药运送车，具备较强的持续作战能力，但射程仅为18公里。M109A5 则是1998年正式交付台湾，有第542装甲旅炮兵营装备，性能还可以，但数量太少，不顶用，只有28辆。剩下的就是老古董了，比如203毫米的 M110A2， 这是美国陆军在越南战争上使用的开放式炮塔设计，对成员防护力较差。还有 M44， 20世纪50年代诞生的，早就该放在博物馆了。至于那些牵引式火炮，性能更差。顾立雄都表示，明显不符合作战需求，将陆续淘汰，计划引进自行火炮或其他替代方案。只能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的地面装备都处于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地步，炮兵更是传统弱势项目，不止车体濒临使用寿命，作战性能也早就跟不上时代。辅助炮兵作战的各种装备也严重不足，比如之前的炮兵定位定向系统根本就是不堪一用，加上很难取得替换零件，只能拖到使用年限，然后直接报废处理。这也没办法，台湾是处于守势的海岛防御部队，比较重视战机与军舰，地面装备能得到的资源极其有限，其中火力强、机动性高的武装直升机与主战坦克又分走了一大笔资金，这就导致炮兵分到的资源只有一点点。即使是打算进行升级，中间也有很多意外。在计划购买 M109A6 时，台湾内部就一直争论不休。就性能来看， M109A6 具备数字化接战能力，台湾获得之后能够大幅提升野战炮兵部队获取目标以及发动攻击的速度。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当时美军已经换成了 M109A7， M109A6 已经停产，如果重开生产线，价格将会暴涨。于是呢，就有人认为，既然采购 M109A6 那么贵，那我们购买 M777 不就好了？不仅便宜，还能换装更多的炮兵部队。台湾还有机会争取以技术采购的形式授权在台湾生产。从性能的角度考虑，采购 M777 并不算错。台湾的作战环境比较固定，目标也就那几个，机械化部队没有长途奔袭作战的需求，而且 M777 很轻，台湾道路四通八达，
大多数的军用卡车都能拖曳 M777 转移阵地。至于数字化接战能力 ，M777 其实也可以，其改良型新增数字化射控计算机，配备全球定位系统，也能发射 M982 神箭炮弹，符合台军的作战需求。不过从作战的角度考虑， M777 作为一款牵引式火炮，无论如何也比不过 M109A6 这种自行火炮。实际作战时，从进入阵地展开，取得敌人坐标进行射击， M109A6 大约只需要1分钟的时间，射击结束后就能立即离开，存活率大幅提升，也能跟随机械化装甲部队快速推进，提供必要的火力支援。最终在地面部队机动化的战术考量下，台湾还是选择了 M109A6。但问题是，在21世纪采购火炮，竟然还有人想着买牵引式火炮，这就体现了一种情况，对炮兵的不重视。之后因为延期的问题，台湾采购 M109A6 的计划取消，最后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剩了一堆旧时代的火炮。就结果来看，炮兵升级已经刻不容缓，所以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台湾采购 M109A7 的目的就是用来取代那些老旧火炮。那么对于台湾来说，这168辆 M109A7 能起到什么作用？能否拯救火力较弱的炮兵部队呢？ M109 这是二战后生产数量最大、装备国家最多、服役时间最长的自行火炮。1965年，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 M109 首次投入实战，与越南军队使用的苏系火炮对战。之后，美国陆军根据 M109 的战场表现对其进行升级。之后几十年来，作为美国陆军和北约炮兵的主要火力支援装备， M109 先后参与了越南战争、数次的中东战争、两伊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修改，先后发展出 A1 至 A7 的型号，各方面都有质的飞跃。不过从 A1 至 A5 都属于传统技术循序渐进的调变过程。比如台湾采购的 M109A2， 相比较之前的型号，更换了射程更远、身管更长的 M185 火炮，改良了一些细节问题。M109A5 也是进行火力方面的升力， A1 到 A4 的射程已不能满足作战需求，于是 A5 引进了改良型武器系统套件，其中包含 M284 火炮、新发动机等。但以上这几种型号都没有质的飞跃，直到 M109A6 通过高新技术实现质变。一门 M284 型39倍镜155毫米火炮加装了多种数字化装备，比如 M182A1 炮架的温度传感器，避免了因过热而产生的安全隐患，也有半自动弹药装填系统。当然，重点是数字化接战能力。 M109A6 加装了全自动火炮射控系统、GPS 导航系统、单频地空无线电系统以及火炮自动射击管制系统等，可以脱离射击指挥车，在战场上独立作战。无线电系统可以让班组成员通过无线电获取射击命令，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射击管制系统与全自动火炮射控系统则可以让 M109A6 根据命令自动调节火炮的射击方位，并根据 GPS 提供的地形数据调整俯仰角。简单来说就是傻瓜式操作，作战效率大幅度提升。任何一门 M109A6 都可以在命令发出的1分钟内完成打击任务。台湾要买 M109A6 也正是看重其性能。在伊拉克战争中，驻扎在伊科边境的美陆军第3机步师使用 M109A6 对巴士拉的伊军阵地展开炮击，为联军挺进伊拉克打开了道路。在之后的大规模作战阶段， M109A6 又为快速的巴格达推进的作战部队提供了可靠的火力支援。至于最新版的 M109A7 则是进一步改进其可靠性，炮管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底盘换了，采用 M2 布拉德利同款底盘，发动机、变速箱和履带也是向 M2 看齐，机动性与航程都比 M109A6 更好，并且 M109A7 的信息化处理能力也有所增强，换装了数字化火控系统、GPS 导航以及战术数据链，精度比 A6 更好。射击准备只需30秒。 M109A7 还有自我诊断功能的检测计算机，大幅度提升了可靠性和维护性。M109A7 与 M109A6 可以发射普通炮弹，射程30公里，也能使用 M982 神箭制导炮弹，实现70公里射程内对移动目标2米级精度打击。这个射程介于海马斯与传统弹药的射程，可以有效弥补台湾陆军的火力输出。可惜的是，台湾申请采购的神箭炮弹还没有得到美国的批准，暂时没有列入当前的预算计划中。当然，神箭炮弹也不是没有替代品，还有 M1156 型精确制导套件，其价格只有神箭炮弹的一半，但命中精度更高，而且 A2 和 A5 型号也能用。如果是神箭炮弹的话， A2 和 A5 就只能望弹兴叹了。其实最开始买新火炮的时候，美国就建议台湾购买 M109A7， 不仅性能更好，操作成本也低。选择 M109A7 可以让台湾间接火力与美国陆军保持一致，从而带来成本节约、互操作性与生产能力的优势。
按照美军的预测 ，M109A7 的年度操作成本要比 M109A6 便宜25万美元。只是最终台湾还是选择了 M109A6，原因也很简单 ，M109A6 的底盘与 A2、A5 相同，后勤维护更简单，不会增加太多的成本。或者说，与购买 M109A7 相比 ，M109A6 的性价比更好。只是没想到兜兜转转，台湾还是购买了 M109A7，而且数量大幅增加，一出手就是168辆。等到这批 M109A7 陆续抵达台湾，替换现在的老旧火炮，炮兵火力将迎来大幅提升。但如果问能不能拯救炮兵部队，现在还不好说。现在战场讲究的是体系作战 ，M109A7 再强也没办法执行所有的任务。那么台湾炮兵还有哪方面需要改进？之前在采购 M109A6 时，台湾内部有消息称，可以将 M109A6 分散部署于各炮兵部队，利用其先进的自动射击管制系统，引导其他的旧型火炮发动攻击。不过这样是否可行，还有待验证。台湾现役的老旧火炮比较依赖人力作业，可能无法跟随 M109A6 的节奏。在过去的汉光演习或者火炮射击训练时，还是火炮一字排开，各个炮兵班需要使用语音传达炮令，一字排开的配置方便指挥管制。但这样做的效果就是生存率极差，一旦炮兵阵地被炸，就会损失多门火炮。将 M109A6 编入这种炮兵阵地，会不可避免地影响生存率。不过采购168辆 M109A7 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什么老旧火炮、一字排开阵地，全都要被抛弃。之后的台湾炮兵主力就是 M109A7， 数字化机战能力大幅提升。如果能顺带升级一下 A2 和 A5， 那就更好了。不过火力升级并不能彻底改变台湾炮兵，它需要一个完整的计划来改革炮兵部队。这个计划里并非只有替换火炮，还有获取目标的能力，数字化通信与定位、火力控制与指挥系统、机动力与反应力、作战观念等，这些都需要改革。就跟上面说的那样，体系化作战、辅助炮兵作战的能力也必不可缺。但是在这方面，台湾属于劣势。除此之外，资源分配的情况也需要改变。既然战机、军舰可以制造，那火炮也不是不行。相比较先进战机和军舰，传统火炮从二战结束后发展其实相对有限，努力也不是不行。像什么炮兵雷达、弹药，甚至是炮兵掩体，只要分到的资源或者说经费足够多，这些都可以制造。不过火力军估计，台湾重视战机、军舰、轻视炮兵的情况，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除了必要的升级之外，炮兵分不到太多资金。这次直接购买168辆 M109A7， 花了超过900亿新台币，火力军都已经很意外了。而且不仅台湾内部不重视炮兵，就连美国都认为台湾升级什么火炮啊，爱国者不香吗？除了 M109A7 采购案之外，台湾还想购买1、2D 预警机、直升机等。但美国认为这些武器的存活率不高，并不支持台湾购买这些装备，而是强烈建议台湾强化防空和反舰导弹的数量，比如爱国者。美国表示可以出售最新型号的爱国者导弹。在美国眼里，台湾最应该增强的应该是防空和反舰实力，其次是无人机和无人艇。至于火炮去哪儿了，火力军只能说这都不在考虑范围内。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在台湾地面部队这边，火炮的地位有多低。总的来说，这168辆 M109A7 的确可以提升台湾炮兵的实力，最起码不用再使用那些老掉牙的火炮。但问题在于，台湾注重战机与战舰的情况不会改变，资源分配也是如此。花费大价钱购买火炮，也只能说火炮已经到了必须升级的阶段。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就是零零散散的采购炮弹等工作，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火力军估计，这168辆 M109A7 台湾能再用几十年。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台湾购买168辆 M109A7 能起到什么作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